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老板创业时许诺我5%股份，我不拿1分薪水为老板干活。可是公司做大上市前，老板一脚将我踢了，只给我7000元遣散费。老板，你虽然工作7年，可扣除吃喝，我给你7000元不少了。我看着老板摇头，7000太多了。我不配拿1分钱。老板不知道，我私下里和他妻子很熟，他妻子早就爱上我这个年轻小伙了。可我一直守着底线，如今我再也不需要守底线了。我在想，苗总父母早死，又无儿女，如果他意外死亡，苗总妻子应该能继承公司100%股权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林峰，你被解雇了。大早上公司来到我办公室里，直接宣布了公司的最新裁员命令。我茫然地看着眼前的张丽。张丽是老板昨天刚招进来的 HR， 可我没想到这个 HR 今天就宣布对我解雇。这 HR 不是傻子就是脑残吧？我是这家公司最早的元老，负责公司的技术维护和大开发。老板创业的时候许诺我5%的干股，7年来我兢兢业业，把公司当成家，我所有的心血都在公司上了。我和老板苗总更是称兄道弟，经常去苗总家里吃饭。苗总的妻子对我像对待亲弟弟一样，再加上我拿着5%的干股，所以许多公司员工喊我林总。你真是笑死我了。我被解雇了。我有些好笑地看了 HR 一眼，这个 HR 恐怕因为是新来的，根本不知道我在公司的地位，我也算一位股东。张丽看着我冷笑不已。林峰，你被解雇了，这是苗总的意思，你胡说八道。我看着张丽冷笑，我看你这个刚招进来的 HR 马上要被解雇了。张丽闻言露出一丝嘲讽之色，她双手一摊，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。我拨打苗总的电话，电话那边只传来苗总淡淡的声音： HR 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，收拾东西离开吧。听到苗总的话，我脑袋里嗡嗡的，狠狠地捏着手机。不过想到还有5%的干股，足够我逍遥后半辈子了。公司是做短视频业务的，而且初步实现盈利。现在公司的估值已经达到12亿元了，哪怕5%也有6000万。于是我和 HR 张丽谈起了干股的事情。公司只要将这些股份兑现了，我立马收拾东西走人。张丽看着我像是看傻子一样。林峰，这5%的干股不能兑现，按照协议你要在公司工作满7年才可以，协议上写的都有。说话之间将一份协议扔给了我。我已经满7年了。我看了张丽一眼，张丽摇了摇头。林峰，你还是没仔细看协议，中间的请假时间要扣除，你一共请了15天假。说话之间，他将协议扔给了我。我拿起协议仔细看了一遍，这才发现协议上的确有这一条，如果员工出现请假行为，需要员工补足。林峰，你现在还差15天的时间才能算7年，而你现在被辞退了，所以你不能拿5%的干股，这是公司规定，谁也不能违背。张丽声音越来越冷，而且带着几分得意。我身形一颤，退后几步。7年前和苗总创业的时候签订了这份协议，当时我俩喝酒称兄道弟，我根本没有仔细看里面的协议细则，而且协议都放在公司保险柜里，唯有苗总才能看，所以我后来更没有机会去看。而且在我心里，我一直当苗总是大哥，更不好提出拿回这份协议。至于开除你的理由也很简单，你涉嫌嫖娼，
张丽直接拿着手机递给我，手机上有视频，视频中我喝得醉醺醺地躺在沙发上，两名身材高挑、光着身子的酒吧少女走上来，一个拿着安全套，一个扒光我的衣服。这不是我。我看到视频，慌忙摇头。我虽然去酒吧喝过酒，但根本没有嫖过。这是你和酒吧经理的聊天记录，证据确凿。张丽接着拿出一份聊天记录递给了我，看到上面的聊天记录，我气得浑身发抖。我才想起这里面的门道。上周三，我陪客户喝酒，喝得醉醺醺的，而苗总突然打来电话，他想尝试下双飞的感觉，于是让我帮他找，并且交代这件事情要保密。可后来他没来，于是我就陪着两个妹子喝酒，最终醉倒在沙发上，再醒来就在附近酒店的大床上，身边也没人。如今看来，我被两个酒吧妹子，姓苗的，你真狠毒！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恨不得拿起桌子上的水果刀将他砍死。最终，我签订了离职协议，因为所有证据对我都不利，而且公司现在实力雄厚，请的是律师团队，更不是我能对付得了的。公司这边补发我7000元遣散费。用 HR 张丽的意思，我本没有1分钱工资，这是苗总念旧情赞助我的。我收拾东西离开办公室，路过苗总办公室的时候，看到苗总面无表情地看着我。你够狠！我看了苗总一眼，苗总脸色严肃地指着我骂：你还有脸说这些？我真没想到公司会出你这样的害群之马。你的行为对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，我气得差点吐血。这姓苗的竟然倒打一耙，你给老子等着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我死死地看了苗总一眼，这秃顶男真阴险透了。苗总转身从办公桌上拿起一张纸，在纸上写出一行字：我捏死你，比捏死一只蚂蚁还简单。同时，他伸出自己的小拇指往下指，我气得冲上去扇苗总的脸。苗总慌忙将纸收起来，大吼：林峰，你干什么？我当你是兄弟，亲兄弟，你却屡次违反公司规章制度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说到这里的时候，苗总在办公室里跑起来，同时大喊救命。我追着苗总，这秃顶男吓得爬到办公室床底下去了。我正拿起拖把插他，却被赶过来的保安扭住了胳膊。苗总，你没事吧？ HR 张丽慌忙赶过来，苗总这才从床底下爬出来，他上来一脚踹在我小腹上，踹得我疼痛不已。接着两名保安也对我一阵拳打脚踢，我怒火攻心之下，嘴里吐出一口血液，把他扔出去，扔到门口去，不要让他出现在苗总面前，脏了苗总的眼睛。HR 张丽踩着高跟鞋踢了我小腿一脚，两名保安直接把我抬起来，而后下楼扔在公司大门口了。我浑身疼痛，艰难地爬起来，心中的恨意达到极点，两行泪水模糊了眼睛。此刻的我像条被打断腿的狗一样，也彻底体会到什么叫慈不长财和无商不奸。或许这个世界本就是弱肉强食，想对付苗总这样的人，必须动用一些极端卑鄙的手段才行。我转身来到苗总成交的别墅，这里是苗总的家，我经常来这里，所以对苗总的家人也非常熟悉，和他妻子丁美玲关系很好。这几年随着苗总公司越做越大，苗总和丁美玲之间的关系却越来越差，因为苗总玩得越来越花，再加上苗总和丁美玲年龄相差10几岁，所以丁美玲早就放弃这段感情了。甚至有一次，丁美玲喝醉酒对我进行了表白，可是我不想背叛苗总，
于是装糊涂了。小峰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刚来到苗总家，丁美玲就看到了我。我抬头望向丁美玲，丁美玲身材高挑，皮肤雪白，尤其那张脸漂亮无比，一双眼睛带着几分媚意。丁美玲毕业于舞蹈学院，后来当上空姐，这2年才辞职，只是从结婚到现在一直没生孩子。没事。我看着漂亮的丁美玲，心中充满了占有欲，直接拦腰将丁美玲抱起来。丁美玲脸色绯红地羞骂道：“你干什么？快放我下来！”我哪能放下，直接来到苗总家里，来到苗总的卧室里。卧室上还挂着苗总和丁美玲的结婚照。看到结婚照的时候，我更加疯狂，而丁美玲也放弃了挣扎。毕竟丁美玲守了1、2年活寡了，她也需要我的填充和抚慰。很快，卧室里传来丁美玲的呻吟，我把心中的怒火全部发泄出来，根本没有任何怜香惜玉。丁美玲雪白的肌肤上出现伤痕。第2天早上，我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，看到墙壁上的苗总和丁美玲的结婚照，心中浮现出一丝快感，报仇的感觉如何？这时，丁美玲穿着睡袍走了进来，她脸色红润，像是熟透的桃子一样。嫂子，我面对丁美玲的时候，忽然有些愧疚。我也听说公司的事情了，姓苗的做得不地道。丁美玲走上来，妩媚地看着我：“你想怎么做？”我抬头看着丁美玲，鼓足勇气。和姓苗的离婚，嫁给我，反正你也没孩子，而且你一直生不出孩子是他的原因。我陪他去医院查过，他有死精症，这个我真没说谎。我陪苗总去过男科医院，当时他割皮，顺道查了精子状况，结果是死精症。混蛋，骗我！我还以为是我的问题。丁美玲气得脸色通红。她去医院治疗不孕不育几次了，药都吃了不少，结果是丈夫的问题。另外，苗总的私生活越来越花，他玩男的，极有可能得艾滋。我知道想让2人离婚有点难度，索性继续加大药量。我不信他没这么变态。丁美玲摇了摇头，至于离婚的事情，以后再说吧。早上我陪了丁美玲个把小时才离开苗总家。晚上我来到一家夜店，这家夜店的经理是我发小马蛋，他高中时被人砍了几刀，是我背着他去医院的，否则早就死了。我向发小讲述了自己的遭遇，马蛋气得拍桌子：“临风狗日的，让你来照顾老子的生意，你不照顾，结果被人搞了吧？”马蛋幸灾乐祸地看着我，姓苗的指定地方，我当时没法选择呀。我挠了挠头：“你这人就是太老实了，活该被算计。”马蛋骂骂咧咧地道：“需要我怎么帮忙？”我想了想，姓苗的喜欢玩，我想找个大黑陪他玩，最好把他菊花丸残废。马蛋嘿嘿冷笑：“一个哪够？我帮你联络12个。”听到马蛋的话，我慌忙摇了摇头：“这会出人命的。”“放心，不会出人命的，交给我安排就是了。”马蛋忽然话题一转：“你只需要把人引过来就是了。”想起姓苗的狠毒，我最终同意马蛋的计划。深夜，苗总正在一家酒吧喝酒，喝完酒后就被一个长相清纯的女孩撞倒了。女孩童颜巨乳，扎着双马尾，尤其身材非常好。我太了解姓苗的胃口了，若是他在清醒状态下尚且能有所警惕，可是刚才马蛋已经在他酒里面下了一些药。果然，苗总让其他同伴离开了，他又陪着双马尾女孩喝了不少酒。喝完酒后，苗总带着女孩进入包厢里了，接着又陪女孩喝了几杯酒。喝完酒后，苗总像是一个疯子一样
扑向女孩。然而就在这时，3名大黑走进来，个个都扑向苗总。苗总想推开几人，却被3人撕掉了衣服。接下来包厢里发出凄厉的惨叫声，而后又有9名大黑走进包厢里面。我坐在监控室里喝着茶，看着高清监控里的画面，拍案叫绝：姓苗的，你让2名女子算计我，作为兄弟的我岂能亏待你？我派了12黑差伺候你，想必你一定满足了吧？酒吧里本就混乱无比，再加上刺耳的音乐，所以苗总包厢里发生的事情没人注意到。姓苗的从开始的挣扎，到后来竟然像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样，变得主动起来。一旁的马蛋更是睁大眼睛，连喝酒都忘了。第2天早上，我听到包厢里传来苗总凄厉的叫声，接着苗总像是发疯一样跑了出来：经理，给老子出来！苗总双目猩红地嘶吼着。他一觉醒来，发现菊花大出血，剧痛无比，而且满嘴白色液体，让他想发疯。喊什么喊？马经理回去休息了。我从楼上走下来：是你，林峰。苗总死死地盯了我一眼：给老子滚！老子没空和你避避。我神色严肃地看着苗总：苗总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苗总脸色不耐烦地道：如果我和那2名小姐姐做的是算嫖，那你和12位大黑做的是属于什么？算聚众乱淫吗？我似笑非笑地看了苗总一眼：混蛋，你胡说什么？苗总闻言脸都绿了，他冲上来一个飞脚踹我，我轻而易举地避开了。苗总，不要这么激动啊，你菊花不痛吗？我看着苗总嘲笑道：而且你老胳膊老腿，打不过我的。苗总闻言脸色阴沉的可怕，接着手机上传来视频。当苗总看完视频的时候，他几乎发疯了，他竟然被12个大黑给轮了。那画面崩裂3观，如果传出去，绝对能火遍全网。苗总，你找2个小妹给我，我回馈12个大黑给你，我够兄弟情谊吧？我看着苗总哈哈笑着，而且花了我不少钱啊，7万元，比你给我的工资多10倍。苗总闻言疯狂无比，他拿起旁边的酒瓶摔碎，接着疯狂地扑向我。我慌忙躲避，不过还是被苗总的啤酒瓶划破了。我慌忙躲到一间包厢里，反锁上门。苗总疯狂地踹着门，幸好这门质量好，否则早就被踹坏了。10分钟后，苗总踹门的动静小了不少。把视频删除，我给你10万元。从此一刀两断。门外传来苗总冷漠的声音。我听到苗总的许诺，冷笑不已。苗总，5%的股份必须到手，否则这些视频传遍世界。我有很多备份，只要我死，视频立马传出去。我现在只能保证视频不会传出去。苗总声音阴森道：林峰，你够阴毒，我没想到你这么老实本分的人，竟然能干出这么阴损的事情。我的手段比起苗总差远了。苗总如果不先算计我，我岂能算计你？我直接对苗总一句，最终我俩达成和解。不过苗总的眼睛像是能吃人一样，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了。而后我贴心地给苗总叫了辆专车，送他去医院。我回到公司，来到 HR 张丽办公室里。你回来干什么？还没挨打够？张丽一脸鄙夷地看着我，而公司其他人也纷纷带着嘲讽看着我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已经变成跳梁小丑一个。我懒得搭理这些人，而是看着张丽低声道：把办公室的门关上。你干什么？张丽死死地盯着我。保安，给我过来，将林峰扔出去。几名保安纷纷走上来，准备对我动手。苗总，
管管你这些狗！我对着办公室的摄像头笑骂了一句，装腔作势，跳梁小丑。苗总还认识你是谁？张丽和几名保安冷笑不已，都给我住手！摄像头里传来苗总暴怒的声音。HR 张丽和那几名保安顿时吓傻了。我继续，好，很好。我从腰间拿出一根实心钢棍，直接一下子砸在一名保安手腕上。啊！保安滚在地上，发出凄厉的惨叫声。接着我冲向另外2名保安，这2名保安慌忙躲开了。我看着摄像头冷笑：苗总，我这人很记仇，昨天这3人没少打我，一人断1只手，否则……混蛋！你威胁苗总，你找死！HR 张丽对着我张口就骂：苗总，不要听这废物的话。另外2名保安也纷纷求饶：我们打林峰也是为了你出气啊！我走上去，一巴掌扇在HR 张丽脸上，接着一脚踹在他小腹上，将张丽踹倒在地上。苗总，林峰打我，你快回来弄死这废物！张丽痛得破口大骂。摄像头里传来苗总愤怒的声音：你们2个保安每人20万营养费，让林峰打断你们的胳膊，否则滚蛋，老子封杀你们！苗总的话让2名保安傻眼了，公司的其他人也傻眼了，搞不明白苗总为何变了。砰砰！我趁着2名保安愣神的时候，冲上去连续2棍敲在保安的手上，2名保安手上鲜血淋漓，躺在地上疯狂打滚，把这3个废物抬出去。我对着公司大厅吼了一声，公司其他保安纷纷冲上来，将3名保安带走了。而后我直接将 HR 张丽办公室的门关上了。张丽吓得脸色惨白。张丽，拟定一份股份协议，将5%的协议给林峰。苗总声音低沉道。张丽不敢反驳，只得小心翼翼地拟定协议，将公司5%的股份转让给我了。签订完协议后，我眼神贪婪地看着张丽。张丽身材很好，童颜巨乳，否则不会被苗总招进公司。滚！林峰！摄像头里传来苗总的咆哮声：别过分了！我抬头看着摄像头笑着：苗总，我想听 HR 张丽的声音，为此我特意带来了一些玩具。说话间，我从怀里拿出一件成人玩具。林峰，滚你妈的！你敢！苗总气得疯狂咆哮。我拿出手机，10、9、8、3、2，住手！苗总再次喊停了。HR 张丽气得浑身发抖，看着摄像头：姓苗的，你敢让我500万拿到钱离开江城市？苗总的声音再次传来。HR 张丽终究没忍住金钱的诱惑，按照我的要求，在办公室里来了一场成人秀表演，视频相当辣眼。我的手机拍出高清视频，拍完后我美滋滋地离开 HR 张丽的办公室。离开的时候，全公司的人都盯着这边，有人对着我竖起大拇指。医院里面，苗总气得脸发绿，发出低吼：林峰，等老子公司上市套现，老子一定把你剁成肉泥。还有半个月公司就上市了，他担心视频曝光会对公司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，到时候得不偿失。而我这边回到苗总家里，嫂子丁美玲正在地面上练习瑜伽。看到丁美玲火爆的身材，我扑上去和丁美玲纠缠在一起。嫂子，你不能和苗总过下去了，他私生活太混乱了，这是我找人偷拍的。我直接将一段视频发过去，当然这视频是我剪辑好的，都是苗总兴奋主动的部分。没办法，刚开始苗总还是很反抗的，直到后来才控制不住主动起来。丁美玲慌忙打开视频，
看到视频里的内容，顿时气得想摔手机。视频太辣眼睛了，她没想到丈夫玩得这么花，这想不得病都难。嫂子，你也不想你未来的孩子染上那个病吧？我再次劝解丁美玲，咱俩的优秀基因结合在一起，才能诞生健康的宝宝。丁美玲闻言犹豫了下，最终下定决心和苗总离婚。而我将苗总隔壁的房子以高价租下来，以便于串门。天黑的时候，苗总驱车回来了。当丁美玲和苗总讲述离婚的事情，苗总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但是谈及财产分配的时候，苗总寸步不让，只愿意给丁美玲一套别墅。而丁美玲想所有财产平均分配，尤其这家短视频公司的股权必须平均分配。妈个逼，你个贱人，你太贪心了！苗总怒骂的声音传来，老子绝不离婚。苗总和丁美玲大吵一架，而后驱车离开了。时间就这么过去了2周，距离公司上市还有1天。晚上，丁美玲亲自下厨，邀请我来到家里吃饭。她直接告诉我有了，我当即一愣。丁美玲直接扔给我一张 B 超单子，弟弟，你说留下来还是？丁美玲忽然妩媚地拉着我的胳膊，如果留下来，他必然杀了我，而且你和他之间的事情不会这么轻易结束。以他的性格，他肯定选择先让公司上市套现，然后再对付你。听到丁美玲的话，我心里紧张无比。我和苗总之间几乎水火不容，甚至不共戴天了。苗总现在没和我翻脸，恐怕是因为怕视频传出去会影响公司市值，影响他套现。一旦套现了，他肯定就会对我下杀手。弟弟，我真不希望你出事，更不希望孩子将来没有父亲。丁美玲说到这里的时候，忧虑无比。放心，我会保护你们的。我暗暗发誓，一定不能让丁美玲母子出事。当天晚上，我找来了马蛋，和马蛋谋划了很久，决定先下手为强。当天夜里，苗总这边陪着证券交易所的领导喝完酒回去，可是刚走到酒店门口的时候，一辆车高速行驶而来，撞击在苗总的身体上。苗总的身体横飞了出去，落在水泥马路上，他浑身是血，躺在地上奄奄一息。我从附近的咖啡店走出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苗总，救我！苗总呼喊着，想让我救他。我蹲下身子，看着苗总低声：苗总，对不起，嫂子已经怀孕了，而且我和她已经走在一起了。等你离开后，我会好好照顾她的，我做鬼也不放过你！苗总发出愤怒的咆哮声，他眼睛睁大，如果眼光能杀人的话，我恐怕已经死10000次了。一切都怪你太贪心了，我为你干活7年，你连5%的股份都不兑现，记得下辈子不要太贪心。我看了一眼苗总，我会用你的股份好好照顾嫂子，好好照顾我和他的孩子，你安息吧。噗！苗总气得口吐鲜血，他拼命地挣扎着，妄想用双手掐我脖子，可惜被我轻而易举地避开了。苗总，你怎么样了？来人啊！打电话给急救中心！我对着周围的人嘶吼着，周围围观的人慌乱无比。很快有人打电话给医院，可这时汽车轰鸣的声音响起，刚才撞飞苗总的汽车又掉头回来了，直接撞向我和苗总。混蛋，你敢！我扯着嗓子嘶吼着，躺在地上的苗总露出惊恐之色，而我也慌忙退后，避开了汽车的碾压。那辆汽车从苗总身上再次碾压过去。啊！苗总凄厉的惨叫声传来，他身体血肉模糊，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。而碾压苗总的司机直接驱车逃走了。
很快，交警对肇事者进行了抓捕。可是肇事者车子根本没停下来，直接闯入大河里。等车子打捞上来的时候，肇事者已经死了。警方对肇事者身份进行调查，发现此人是一名酒吧女，而且身患艾滋。根据酒吧的人交代，她曾经和苗总发生过冲突，于是警方将此次交通事故定性为一场复仇谋杀。由于苗总的死亡，短视频公司推迟上市。不过，公司95%的股份全部落在丁美玲手上了，她一跃成为公司掌权者。再加上我的从旁辅助，丁美玲很快在公司站稳了脚。傍晚忙完事情，我回到了家里。这个家是苗总的家，不过现在已经成为我的家了。丁美玲并不在家，我来到丁美玲的卧室里，躺在温暖的大床上。看着墙壁上苗总和丁美玲的婚纱照，露出一丝得意。忽然我感觉到身体下方非常硬，我掀开被子看了下，竟然是一本笔记，上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各种事件。其中一段猩红的字引起我的注意：老实人心中有一尊佛，这尊佛镇压着一尊恶魔，如果将佛推倒，那么就能释放出这尊恶魔。不知道为何，我看着这段秀气的字迹背后直冒凉气，身体有些莫名的颤抖。而后又看到一行字：必须推倒他心中的那尊佛，把他化为恶魔，唯有恶魔才能杀恶魔。我拿着书的手再次颤抖起来。老公。这时丁美玲悦耳的声音从外边传来，我慌忙将那本笔记放在被子下面，看到丁美玲穿着瑜伽服走进来。她身材丰腴，脸蛋红润，像是水蜜桃一样。嫂子，我应了下丁美玲，我现在是你的妻子。丁美玲眼神妩媚，身材高挑，如水蛇一样缠绕在我身上。她身上的香水味能刺激男人的荷尔蒙分泌。我抱着丁美玲开始疯狂起来，我心情很凌乱，唯有找这个女人疯狂地发泄。这一夜云雨，不惜服用了蓝药丸，这才让丁美玲睡去。随后我来到苗总的办公室，这里存放着苗总的遗物。我拿起他的手机和电脑，发现上面的数据全部删除了。不过这难不住我，毕竟我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的，整个短视频公司的计算机全靠我维护。恢复数据对我来说是小意思，很快数据恢复。我登录了苗总的聊天账号，不断地翻阅他和丁美玲之间的聊天记录。原来两人从5年前就没有同房了。原因很简单，丁美玲发现了苗总在外边包养小三的证据，于是两人争吵起来。还有一次，苗总在倒车的时候将丁美玲卷入车底下，2条腿被压断了，差点死亡。丁美玲认为苗总是故意的，而苗总不承认此事。难怪那次嫂子打电话给我，让我送她去医院。我回忆了下，5年前丁美玲出了车祸，差点死亡。当时我要报警，丁美玲阻拦了我，说苗总已经和肇事者私了了。这次车祸让丁美玲躺在医院半年，伤势痊愈后，丁美玲和苗总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差。苗总经常家暴丁美玲。真正让两人关系发生决裂的时间是在3个月之前。丁美玲给苗总发了一个视频，视频里丁美玲摸着一个男人的大腿，甚至将手伸入闸口里了。而这个男人正是我。视频中的我拿着白酒，已经处于醉醺醺的状态。看着视频，我这才想起这个事情。那天夜里，丁美玲打电话给我，说家里的下水道堵住了，让我过来帮忙疏通一下。我二话不说就来到这边。
毕竟丁美玲平时对我很好，我很快将下水道疏通了。而丁美玲说她心情不好，想自杀，我当时就慌了，于是耐心地开导丁美玲。丁美玲这才露出笑容，并且亲自下厨做饭，让我陪她喝酒。我当时想着嫂子心情不好，于是就陪她喝酒。为了避嫌，我打了电话给苗总，可是苗总的电话早就关机了，于是我只能一个人陪丁美玲喝酒。丁美玲酒量非常好，哪怕我也不是对手。那天晚上我俩喝了1斤8两茅台，至于醉酒后发生的事情，我根本记不清楚。从那天以后，丁美玲经常私下里给我打电话，我以工作忙为理由回绝了。我继续翻阅手机，发现丁美玲和苗总监的聊天尺度越来越大。丁美玲甚至公然向苗总咨询我的尺寸，这更让苗总愤怒。看完聊天记录后，我脑袋里乱哄哄的。丁美玲挑拨我和苗总之间的关系，苗总借机吞我那5%的股份，接着我与丁美玲偷情，而后对苗总发动攻击，将其弄死。这一切的一切，幕后主导者是丁美玲。丁美玲挑起我和苗总心中的欲望，让我们相互杀戮。我将上面的数据全部删除掉。回到卧室里，我看着熟睡的丁美玲，沉默不语。这个女人非常可怜。丁美玲睁开美眸，看着我爬起来，搂住我的脖子撒娇：“老公，我想好了，我将股份全部转给你。”我抱着怀里的女人，心情复杂无比。老公，好不好？丁美玲抬起头，妩媚的眸子看着我，粉唇贴着我的脸颊，一只白皙小手悄然顺着我的小腹直下。那是你的股份，我不会要的。我看着眼前的女人低下头，只是我不想这个家有任何苗总的痕迹。我想收拾收拾家，那我想要。丁美玲脸色潮红，香舌吐露，猛地抱住我。我还能说啥？只能舍命陪美人了。完事后，我俩一起收拾房间。我将苗总的电脑和手机全部拆了，将里面的储存卡全部敲碎，里面的数据再也无法恢复了。番外篇，我叫丁美玲，老公是一家短视频平台的老板。我希望和他安安心心的过日子，可是自从他有钱后，他在外边包养了一个女人。于是我一怒之下去到那个小三家里面，将那个小三打了一顿。出完气后，我心情格外的爽。回到家里，老公打电话让我去地下车库谈事。可是刚到地下车库的时候，一辆宝马倒车，直接从我身上碾压过去。我隐隐听到车上传来愤怒的咆哮声：“我碾死你个贱女人！”听到这声音的时候，我身上的剧痛仿佛都消失了，有的只是绝望，因为这个男人正是我老公。或许他以为将我压死了，开着车子疾驰而去了。我躺在血泊里，强忍着死一般的剧痛，打了电话给林峰。林峰是公司的技术主管，也是老公的合作伙伴。这个人非常老实，是个脚踏实地的阳光男孩。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，像是有一缕阳光洒在我脸上。那一刻，我忽然心生欲念，若是先认识林峰就好了。林峰很快来到地下车库，他带着我到了医院。经过抢救，我终于从死亡线上回来了。这1日后，我真的把林峰当成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。这次车祸虽然没让我死去，可是我的心已经死了。但是那个人渣仍然不放过我，经常对我进行家暴，打得我遍体鳞伤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看到一个视频，视频博主说，老实人心中有一尊佛，而这尊佛镇压着恶魔，如果推倒这尊佛，就能释放出恶魔。于是我邀请林峰来我家里，
我拼命地灌醉他，而且还主动勾引他。这个男孩虽然变得硬如钢铁，可依然控制住自己的欲望了。他可真是个老实人。于是我开始推倒他心中的那尊佛。然而这些并不重要了。我将这个视频发送给了我老公。这个人虽然在外边玩得花，却不允许任何人碰他的女人。于是他开始对付林峰。设局将林峰的股份剥夺了，并且将林峰打了一顿。林峰7年来除了吃饭之外，没领取1分钱的工资。短视频公司能做到这个地步，他居功甚伟。他无法咽下这口气，他的人生观被彻底摧毁了。他心中的那尊佛轰然间倒塌，他化成了恶魔。这个恶魔在我的引导之下开始了杀戮，手段比老公狠毒10倍。他将苗总彻底弄死了。我以苗总妻子的身份继承了他的遗产，夺取了公司95%的股份。而那个被我释放出的恶魔也和我走在一起了。我怀了他的孩子，余生我将用我的温柔和孩子拴住这只恶魔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